4月下旬 ，AMD 突然發布了一顆叫做 9950X3D2 的處理器。你可能會注意到這個名字有點奇怪 ，AMD 已經有 9950X3D 了，為什麼還要出一顆 9950X3D2？多了一個2是什麼意思？原本的 9950X3D 是由2顆 CCD 組成，只有一顆 CCD 堆疊的 Vcache。這個不對稱的設計，雖然在後續的驅動和系統優化已經做得不錯了，但執行序調度上的疑慮始終存在，也讓很多人許了個願，要是2顆 CCD 都能堆疊 Vcache 就好了。9950X3D2 的2就是答案 ，Dual Edition， 2顆 CCD 都堆疊的 Vcache。外包裝則採用了黑白配色，有點致敬當年的 Athlon 系列的經典黑盒 Black Edition。老玩家看到應該會很有感覺。台幣售價31000多塊，是目前消費級 CPU 最貴，也是消費級 CPU 最強嗎？這是我從朋友那邊寄來了 9950X3D2 和 9850X3D 來做評測。在生產力的部分，無疑是16核的 9950X3D2 比較強，但你猜在遊戲裡哪一顆贏面會比較大？在測試前，先來看兩者配備上的差異。9950X3D2 擁有16核心32執行序 ，Boost 頻率上限 5.6 GHz，L3 快取 192MB， 是 9850X3D 的整整2倍，加上 L2 16MB， 合計來到驚人的 208MB， 是消費級史上最大。TDP 設計值200瓦。9950X3D2 有2顆 CCD， 每顆各有8個核心，各自堆疊了 Vcache。不過2顆 CCD 是各自獨立的晶片。彼此之間要透過 AMD 的 IF 總線來傳遞資料。當某個執行序的資料需要跨越2個 CCD， 就會有傳輸上的延遲。而 9850X3D 只有1顆 CCD， 沒有跨 CCD 的問題，調度上也更加直觀。這次平台使用的主板是 ROG X8701 Crosshair Extreme， 是一張 EATX 的主板。有幾個值得看的地方：主板正面有一塊巨大的5寸彩色 LCD， 可以即時顯示溫度、頻率和電壓等資訊，也可以在 Armoury Create 制定圖案或 GIF。還有 CPU 直連的 M.2X 潮散熱器是均熱板加熱管的複合設計，不是一塊鋁片加上去，基本上不用擔心 Gen5 SSD 過熱降速的問題。再來是 VRM 20+2+2項，兩組散熱片之間有熱管串聯，上到最頂的 CPU 也不會是瓶頸。主板上有4個實體按鈕，包含開機鍵、Flex Key、Killer CMOS、BIOS Flashback。在裸測時，這幾個按鈕會省了不少事。I/O 面板只有2個 LAN 孔 ，Realtek 5G 加上 Marvel 10G， 配置可以說是相當的豪華。完整的平台配置先放在這裡。測試分為3種設定，都開啟 EXPO， 分為預設 PBO 以及 PBO 加華碩 BIOS 裡面的 Gaming Adaptive CCD Parker， 以下簡稱 CCD0 模式。CCD0 模式的作用是讓遊戲執行序優先跑在 CCD 裡，減少跨 CCD 排程的延遲，加上 CCD0 的體質通常略優於 CCD1。PBO 設定方面，2顆都用 Scarlett Spay、Boost Clock Override 加200 MHz、Curve Optimizer -25的基本調校。對於這2顆 CPU 算是保守的設置，不是極限超頻，讓 CPU 往更高的頻率推，同時靠負壓把多餘的電壓修掉。在理論效能方面，先用 CPU 自己看的概況，單核 9850X3D 879。9950X3D2 871，開了 PBO， 9950X3D2 還反超了，多核差距接近1倍。接着是 Cinebench 3件套，先看單核，預設的話 ，9850X3D 在3個版本的單核全部微幅領先，和 CPU 自己的方向一致。開了 PBO， 兩者的差距縮小到幾乎平手。再看多核，多核很直接 ，9950X3D2 不管是哪個版本，都差不多是 9850X3D 的2倍。核心數直接反應，開了 PBO， 9950X3D2 的多核提升大約7到8%，9850X3D 只有2到3%。由於畫質越高 ，GPU 的運算佔比越大 ，CPU 的差距就越難被看出來。所以在遊戲測試統一條件、1080p 解析度、關閉 DLSS 和增生成 ，CS2 跑壓力比較大的 Ancient Benchmark 畫質高，兩者開啟 PBO 後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9950X3D2 開了 CCD0 模式之後，平均幀來到了781，但1% low 從286掉到了265，反而還更差。特戰英豪在訓練場用固定路線進行測試，高畫質
9850x3D 預設就超過了 9950x3D2， 不過開了 PBO， 兩者很接近。9950x3D2 平均正1127。9850x3D 平均正1137，差距不到1%。在 CCD0 模式下，9950x3D2 則又拉開了差距。在漫威爭鋒跑遊戲內的 benchmark 高畫質關閉 DLSS， 這邊跟前面不一樣的結果。預設的話，9950x3D2 反而領先。不過一開 PBO，9950x3D2 的平均正從207掉到189，CCD0 模式又把平均正拉回207，和預設持平。競技類的遊戲這邊結論就差不多了。9850x3D 預設就很好 ，PBO 開了有時候反而表現不是最好。那換到3A 遊戲呢？2077跑遊戲內的 benchmark 低畫質，關閉 DLSS。9850x3D 預設平均251 FPS，1% low 175，贏過了開啟 PBO 的9950x3D2。不過反常的是，9850x3D 開啟 PBO 成績還退步了，數據我都至少測了3次，結果都一樣。黑神話悟空執行官方 benchmark 低畫質 TSR 100，9950x3D2 小幅領先9850x3D 幾幀。可以看到，開啟 PBO 對這款遊戲效能提升十分有限，基本上是眾生平等。那更不用說用到這麼高階的 CPU， 顯卡通常也不會差，在高解析度、高畫質下，基本上是沒有差別的。來到最近討論度很高的 Forza Horizon 6， 跑遊戲內的 benchmark 極低畫質，關閉 DLSS 和真生成。兩者的幀數表現非常接近，9950x3D2 在 CCD 模式下會更勝一籌。最後來到天際線2，被戲稱為生產力工具的遊戲。在這個遊戲，評測 CPU 的指標不再是 FPS， 而是現實世界的秒數。遊戲內時間12點跑到13點，20萬人口4倍模擬速度的條件下 ，CPU 花費的秒數越少，代表效能越好。而9950x3D2 總共花費了45秒，9850x3D 則花費了50秒。這是整個遊戲裡面9950x3D2 贏得比較明顯的一個場景，差距在 9% 左右。有趣的是 ，CCD0 模式在這裡反而退步到48秒。天際線2的工作負載需要真正的跨到2顆 CCD 並行 ，CCD0 模式干擾排程後，資源分配反而出現了問題。天際線2的程式模擬需要同時跑車流、市民行為、基礎設施計算，是真正的多執行序的密集场景。16核在這邊有明確的優勢，所以說20萬人口是相對保守的條件。我沒有測更高的人口極限，人口越高，通常差距會越大。如果想要看更完整的實測數據，可以在 B 站搜尋碳基科技研究所，他們有跑過多 CPU 和更高的人口對比。再來是生產力測試 ，Handbrake 8分鐘 4K 60 FPS 的影片，做 H.264 的轉檔。先說一下，這個測試跑的是 CPU 的軟體編碼。現實中，大部分人剪片早就已經用 GPU 做加速了，實際用到純 CPU 編碼的情境沒有想象中多。9950x3D2 PBO 跑了1分54秒，9850x3D 整整跑了3分鐘。同一段影片，9950x3D2 快了差不多37%。再來是 Blender 5.1.0， 3個渲染場景，9950x3D2 PBO 的分數幾乎都是9850x3D PBO 的2倍。渲染是純吃核心數的工作，16核和8核就是這樣的差距。7zip 解壓縮和壓縮測試 ，9950x3D2 和9850x3D 差距接近1倍。這類大量平行化的壓縮運算，208 MB 的快取可以把資料極完整的塞進去，優勢十分明顯。最後是功耗和溫度，先說一個很反直覺的數字，9850x3D 開了 PBO，Cinebench 2026的 CPU 封裝功耗。從156瓦降到135瓦，溫度呢則從78度降到69度，頻率卻從 5.2G 升到 5.4G。開了超頻，結果更省電、更涼，頻率更高。原因是 AMD 原廠電壓有留了餘量 ，PBO 的 Curve Optimizer 負壓設定則把多餘的電壓給砍掉，達成降壓超頻。而9950x3D2 開啟 PBO， 頻率從 5.2G 升到 5.3G，CPU 封裝功耗來到263瓦，溫度才80度。龍神3 Extreme 壓起來也是游刃有餘，這個功耗下的主板 VRM 只有51度，260瓦對這張旗艦主板也沒造成多少壓力。整理這次的測試結果，在遊戲方面，2顆 CPU 在大多數的場景差距都在 5% 以內，本質上在遊戲就是同一個頂尖等級。預設下 9850x3D 在遊戲競技稍微領先，黑神話和 FH6 基本平手。天際線2是 9950x3D2 唯一明顯勝出的場景。
開了 CCD0 模式後，9950x3D2在特戰鷹嚎2077和 FH6都能反超，但代價是天際線2這種跨 CCD 並行的場景反而會造成退步。生產力方面，9950x3D2在大量平行運算的工作負載中，優勢是實在的。那要怎麼選？對於純遊戲玩家，兩顆遊戲的效能基本上在同一個水準，9850x3D 預設就很強了，不太需要額外的調教，而且便宜不少。如果有大量影片轉檔、3D 渲染或需要大快取平行運算的需求，9950x3D2是一個偽裝成消費級 CPU 的工作站處理器。遊戲開 CCD0 模式不輸9850x3D， 生產力則是又是另一個等級。如此特殊的定位自有它的客群。如果你不確定自己是屬於哪一種，那你就是前者。最後，你覺得9950x3D2值得這個價格嗎？歡迎留言告訴我。我是 Saint， 我們下次見，拜拜。